咱们来聊聊维特努姆这个地方。它在澳大利亚西北部偏远的内陆地区中心，这里曾是该地区最大的城市，而现在这的房屋空空荡荡。在纸面上，这座城镇已不复存在，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将它从官方地图上抹掉了。这里的土壤、灌木，甚至空气中的尘埃都含有高度致癌物，在这个地方，每次呼吸都可能吸入有毒的空气。维特努姆被称为澳大利亚的切尔诺贝利，但让这儿变得如此危险的，却并不是辐射。这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可以追溯到近100年前的一座矿山。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一家小公司开始在这片峡谷中开采一种蓝色的矿石。到了1943年，一家名为 CSR 的大公司接管了这项业务。这家公司打算扩大生产规模。1947年，在西澳大利亚政府的支持下， CSR 在距离矿山10公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工人居住区，这就是维特努姆镇。这是个典型的小镇，拥有你所期望的一切，学校、酒店、医院、邮局、面包店一应俱全。小镇飞速扩张，那时候成群的人涌向澳大利亚西北部寻找生计。到了50年代，维特努姆的人口达到了2万人。峡谷出产的蓝色矿石销量大好，仅10年时间，这里就开采出了16.1万吨的矿石，而这座矿是澳大利亚此种矿石的唯一供应地。矿山的细粒尾矿被堆放在附近的空地，但当地居民心思活愤，觉得如果把尾矿就这么扔掉，实在太浪费了。于是他们用这些残渣修建道路和建筑，甚至作为隔热材料。这些蓝色的小颗粒能够很好地隔绝内陆的酷热天气，人们把它们撒在地面、人行道、房屋四周、学校操场和游乐场上。但有个小问题，这种矿物的成分是石棉，而且是毒性最强的蓝石棉。当人们吸入含有这种微小矿物纤维的灰尘时，石棉就会进入他们的肺部。这些石棉颗粒很锋利，会对肺部的保护层，也就是胸膜造成损害。长时间暴露会让器官留下疤痕，甚至造成彻底且不可逆的损害。它会引发呼吸急促、持续性的干咳和剧痛。这种疾病被称为石棉肺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人们就已经明确地知道石棉是导致这种病的主要原因。当时各个国家都开始试图对这种矿物的使用进行规范。然而二战结束后，石棉的需求暴涨，它迅速成为了全球建筑业的主要材料。这东西坚固耐用，价格便宜，还耐火、绝缘，而且保温，除了会让人痛苦的死去以外，几乎没有缺点。市场飞速扩张，烟草公司甚至推出了石棉绿嘴香烟，吸一口快活似神仙。那真是一个疯狂的时代。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科学界早已达成共识，全球各种游说团体却在极力歪曲关于石棉的事实。健康专家的警告基本被当成废纸。维特努姆是那个年代最为鲜明的缩影。名为吉姆·麦克纳尔蒂的医生曾多次向 CSR 公司强调石棉的危险，矿井管理层对此毫无回应。1960年，麦克纳尔蒂医生在维特努姆诊断出了第一例罕见且不同寻常的癌症病例。该名患者在20世纪40年代末曾在矿井里工作了2年。由于石棉纤维非常细小锐利，特别是那些蓝色纤维，它们不仅会损伤胸膜，还会永久性地嵌入其中。它们会不停地刺激组织，导致细胞发生变异，最终这会引发间皮瘤，一种至今都无法治愈的癌症。这种病症通常会在吸入石棉后20到50年内才逐渐显现。在麦克纳尔蒂发现第一位间皮瘤患者的5年内，在维特努姆的工人和前雇员中又增加了100多例病例，这些病例的数量超过了西澳大利亚所有其他矿井的总和。多年以来，小镇的居民对石棉的危害一无所知，他们在维特努姆过着祥和的生活，却不知自己早已被致命的蓝色灰尘包围了。1966年，CSR 终于关闭了维特努姆的矿井，但并非出于工人健康风险的考虑，而是由于经济因素。矿场关闭，许多居民选择离开，人口也迅速减少。到了1978年，政府终于看不下去，决定着手关闭这个小镇，并呼吁剩下的居民为了自身的安全离开。此时，维特努姆前矿工和居民所面临的健康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有超过20%的居民死于因石棉引发的疾病。
虽然这个小镇没有像切尔诺贝利那样的辐射，但在此逗留同样致命。如今，西澳大利亚有全世界最高的间皮瘤死亡率，有些前居民全家都死于此病，他们不得不一一目睹家人缓慢且痛苦地走向死亡。到了80年代 ，CSR 开始在针对前矿工和居民的诉讼中败下阵来。法院裁定，公司明知在维特努姆这样的工作环境下，极有可能导致石棉肺病和癌症。最终 ，CSR 支付了1800万澳元作为赔偿。到了2006年12月，维特努姆终于被正式剥夺了小镇的身份，当地的电力供应也被完全切断。这座小镇已经从官方地图和路标中被擦去，但那蓝色的灰尘仍在。CSR 留下了300万吨石棉尾矿的烂摊子，这些尾矿堆积高达40米，位于维特努姆附近的峡谷内。这些纤维随着风和水循环不断扩散。这里如今被称为 WAMA， 即维特努姆石棉管制区的缩写。它覆盖面积达46000公顷，是南半球最大的污染区。如今，最后的居民已经搬走，这个小镇也在逐渐被拆除。但在皮尔巴拉地区仍然有人坚守着。班吉马人作为土著居民，他们在维塔努姆矿场建立之前很久就已居住在这片土地上了。这片土地对班吉马人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数十年来，班吉马人一直在不懈地呼吁政府对这片区域进行清理。早在1994年，官方报告就已经发出警告，指出这里的情况将日益恶化，并强烈建议对石棉尾矿堆进行清埋或做稳定化处理，同时建议拆除通往峡谷的道路。但直到现在，澳大利亚政府仍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因为他们认为处理这片污染区太费钱了。清理所有石棉的费用预计在1亿至6亿澳元之间，但这儿又实在没啥其他矿产好啊。时至今日，维特努姆的影响仍在持续，蓝色的颗粒仍然随风吹过废墟，露天堆积的尾矿不断崩塌，进入峡谷和河流。尖锐的纤维仍然存在于在这个小镇的游乐场玩耍和走过街道的人们的肺里，这些人中有很多将会痛苦地死去。